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在全球范围票选的网飞最佳剧集活动中，他力压《怪奇物语》，浴血黑帮，甚至打败了黑镜，夺得了冠军。在悬疑剧普遍烂尾的当下，他的评分居然不降反升，最高竟然拿下了9.3的高分。这就是偏偏眼中的近10年的悬疑剧顶尖神作《暗黑》。好多人都听过他的大名，但是只看1集就因为前期节奏慢、角色多、脸盲而劝退。所以偏偏今天就把这个封神的故事揉碎了、磨成粉、冲水给你们服用，让大家能够最直接、最简单的感受到这部神剧的神奇魅力。下面我们开始吧。故事开始有一张小小的寻人启事：人口稀少的温登镇，一个红发少年离奇失踪。但由于小镇常年治安状况良好，人们并没有把这件事和什么恐怖事件联系在一起。男主小白的家里，小白的父亲留下了一封信，在信上特别注明，必须在2019年11月4日22点13分后再打开，然后就从容的上吊自杀了。小白醒了，但刚刚的一切并不是梦。此时的时间线正处在那封信上的2019年11月4日，距离小白父亲上吊自杀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白爸姓白名来啊，他为啥叫白来？我会在这期视频的后面揭晓。大家也知道，我取名字是很有逻辑的。白爸的突然离世，让小白患上了一定程度的心理疾病。2个月来，他无法正常睡眠，需要服药和进行心理辅导。这天早上，家里突然停电，小白喊母亲下楼修理，但他不知道母亲此刻有事在忙。小白的母亲娜娜完全没有为白爸的死伤心，老公尸骨未寒，他就已经和隔壁老王疯狂偷情。老王是镇上的警察，他也是有家室的。他的老婆卡姐是镇上中学的女校长。老王嘴上说着出门买早饭加晨练，结果管理了一下时间，见缝插针的来找白妈做了个早操，倒也算是言出必行。咱们顺势也介绍一下，除了白家之外的另一个家族王家。老王的大儿子王长毛有点呆头呆脑，还爱欺负弟弟。女儿王小花和小白关系暧昧，是贯穿全片的女主。而小儿子王小米则幻想自己是胡丁丁那样的魔术师。目前男主一家和女主一家相继亮相了。简单复盘一下，白家有男主小白，已经上吊的白爸白来，和别人偷情的白妈娜娜。王家则是老王，老王的妻子卡姐，大儿子王长毛，女儿王小花，小儿子王小米。今天是开学的日子，小白的精神状态已经稍稍稳定，可以正常上学。但到了学校，他才发现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只有好兄弟钱钱主动上来打招呼。他说他帮小白隐瞒了精神疾病的事，对同学们说他去法国交换学习了2个月。小白在心里默默感激，但他没想到钱钱不仅帮小白隐瞒了秘密，还顺手帮小白照顾了小花，突出的就是一个仗义。孩子们去上学，老王也去上班。警察局里，失踪少年红发的父母正在质问警察为什么不找红发。老王和同事来了个很官方的回答，说我们收到反馈，深度调研，全力配合，紧张开展。预知案件进度，敬请关注公众号XPP-SDP。警察局里还在为失踪人口争论。与此同时，在温登镇河南站附近一个隐秘的山洞里，有一个神秘人正缓缓走出。他是不是走失的红发，或者和红发的失踪有什么关系？我们这里先按下不表。红发的父母走后，老王和同事对红发的事展开了讨论。老王觉得温登镇一直治安很好，耗子都给报拜年，根本不会出现杀人案，一定是红发自己离家出走了。但同事却提醒老王，老王的弟弟王老二就是在33年前以同样的方式失踪的，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王似乎不愿意承认这2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也更不愿意承认弟弟可能已经死了。他有点生气的转身离开，同事却叫住了他，告诉他去照看一下母亲。原来老王他妈知道儿子是警察，一有事找儿子就报警，这谁受得了？老王赶到了母亲家，王老妈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有些事情我们注定无法理解之类的，还说在森林里看见了头部巨大的黑影。他递给老王一张旧的巧克力糖纸，这是王老二当年最爱吃的巧克力，也是王老妈在森林里捡到的。画一下重点：1. 头部巨大的黑影；2. 旧巧克力糖纸。王老妈觉得红发的失踪和自己的小儿子一样，33年前的事又发生了。这样想的不止王老妈一个人，温登镇的养老院里有一个缺了一只耳朵的老头，也在反复念叨，一切又要发生了。学校里，老王的妻子，也就是女校长卡姐，正为了红发的走失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提醒学生如果有关于红发的信息，一定要及时上报。镜头一转，在一个神秘的空间里，失踪的红发正在接受着某种精神折磨。孩子们似乎并不关心红发的死活，他们只关心一件事：红发如果失踪了，那他藏起来的大麻归谁？原来红发是需要的大麻头子，他把大麻存货都藏在了那个核电站旁的洞穴附近。如今红发失踪，谁先找到就是谁的了。最先提起这件事的是钱钱，他发动小白一起去搜寻，还告诉了王长毛、王小花兄妹。今天是开学第1天，晚上学校要召开家长会，正好给孩子们留出了时间。4个人一拍即合，决定晚上一起去洞穴探险。时间到了下午，从自己母亲家出来的老王在车上打电话给白妈娜娜，又想要见缝插个针。不是大哥，你早上不是刚晨练过吗？真的忍不了了吗？
但白妈现在没时间再跟老王运动，她的主业是按摩师。今天有人约了她上门按摩，客人是小镇核电站的站长，也是前线的老爸亚历山大。他33年前来到文登镇，在核电站工作，并逐步走上了站长的位置。如今由于政策要求核电站即将关闭，他也马上就要卸任离开。大家注意，又是33年前。白妈注意到站长背后有块伤疤，提醒他快要下雨了，伤疤可能会疼。前妈却不在意这些，在他眼里，核电站的事似乎比身体更重要。按摩结束，白妈娜娜还要赶去学校的家长会。路上，白妈发了一条短信给小白的奶奶，指责奶奶为什么要给房子断电。如果是因为白娃子杀，想让他们母子俩搬走，可以直说。根据脸上这颗非常醒目的痣，咱们就叫小白的奶奶大痣好了。大痣奶奶没有理会白妈的话，她面前摆了一封信，这是白爸自杀之前留下的那一封。白爸自杀后，奶奶偷偷把信藏了起来，所以小白和白妈都不知道信的存在。小白一直觉得老爸死的不明不白，这让他本就痛苦的精神状态又加重了一分。大痣奶奶盯着信封上的时间，似乎在等着遵守白爸的遗言，到22点13分后再打开。好了，到目前为止，4大家族摸出来仨，我觉得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首先是白家，奶奶大志，爸爸自杀的白来，妈妈按摩师娜娜，儿子小白，这家就是第一男主一家。其次是王家，奶奶王老妈，爸爸警察老王，幼年走失的叔叔王老二，妈妈校长卡姐，大儿子王长毛，女儿王小花，小儿子王小米。这家的特点就是人多。最后是钱家，爸爸核电站现任站长亚历山大，儿子钱钱。这家的特点就是特有钱。OK， 后面还有出现很多新角色，咱们随时补充。另外，我之所以没有原名，而是自己取名，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记清楚谁是谁。看过原剧了就不要杠了。我要是用原名什么汉娜、雅娜、雷吉娜、卡特琳娜，其实早他妈蒙圈了。咱们接着说，夜幕降临，孩子们的出场时间到了。小白骑车赶到了约定寻宝的洞穴，发现小花已经等候多时。终于有了2人独处的时间，小花试着和小白解释他和浅浅的事，言语间透露着他心里还有小白。小白则打断了他，他知道这不怪小花，这2个月来自己确实精神状态有问题，他俩还可以做好朋友。这时候，王长毛和浅浅也赶了过来，王长毛还带上了那个沉迷魔术的弟弟王小米。探险正式开始，孩子们一边打着手电寻找大麻，一边讨论着红发各种可能的去向。有人说他被绑架，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可能断了条胳膊去征战伟大航路了。学校里家长会即将开始，与校长卡姐，也就是老王媳妇小花他妈，卡姐在门口偶遇了白妈娜娜，她上去友好的打招呼，并且抱了娜娜一下。其实对于老王这么高强度的出轨，卡姐似乎已经发现了异常。老王早上晨练，穿的外套上有长头发，还有别人的香水味。卡姐虽然觉得隐隐作绿，但当时还不确定。刚刚这么一抱，深吸了一口白妈的味道，估计心里已经有个8、9不离10了。家长会开始，老王的同事兼女上司夏姐也在场，她不只是警察，也是学生家长，而她的老公也刚好就是小白的心理医生，咱们可以叫他刘医生。所以4大家族的最后一个家族刘家该介绍了。刘医生和夏姐有2个女儿，大女儿热爱体操，叫刘小跳，成绩也很优异，是王长毛的暗恋对象。小女儿是个哑巴，不会说话，叫刘小雅。而之前出现在养老院，只有一只耳朵的疯癫老头，其实就是刘医生的亲爹刘玉儿。好了，刘家人也介绍完毕，咱们接着说剧情。夏姐站在警察的角度，给大家同步了案情进展，但人群中却有人强烈反对失踪的说法，她就是钱钱的老妈雷姐。得，钱家的一家3口也补齐了。很多人可能分不清王家孩子的妈妈卡姐，刘家孩子的妈妈夏姐，钱家孩子的妈妈雷姐。大家可以暂停10秒钟，好好认一下脸。其实现在认不清也没有关系，大家再看几期就完全能够记住了。也希望大家能多一点耐心，相信偏偏这剧虽然入坑比较难，但只要你坚持看完，就会发现它确实是一部值得9分的神剧。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白来的。前妈雷姐自己经营着小镇上的酒店，由于失踪人口的新闻，导致酒店已经很久没有生意。虽然老公亚历山大是核电站的站长，但核电站也马上就要关闭。这一家人本是全剧最有钱的家庭，却也在面临破产危机，所以前妈雷姐坚决反对失踪的说法，暴怒着希望大家不要再引导舆论。这边还开着会，白妈娜娜收到了老相好老王发来的短信，偷偷溜了出去和老王私会。不得不说，老王心理素质就是强。老王还在屋里巴巴给人上课，自己就赶在门外巴巴跟人亲嘴。这时，养老院那个少了一只耳朵的疯癫老人闯进了会场。刚才说过，这个刘玉儿是刘医生的爸爸，所以自然就是夏姐的公公。他一进来还是重复同一句话，一切又将要发生了。显然有点精神不正常。夏姐赶忙拦住了公公，把他送出了会场。在家里，小白的奶奶大志正看着表倒数，时间在一步步的逼近。小白和孩子们也一点点靠近洞穴。到了那个藏大麻的洞穴，浅浅翻遍了墩旁的破沙发，却没有找到本来应该藏在这里的大麻。原来大麻已经被王长毛的暗恋对象刘小跳抢先一步拿到。刘小跳偷偷听到了浅浅说的话，并且赶在了前面。他想把大麻卖给浅浅，为自己换点零用钱。浅浅虽然有钱，但能动手的事绝不乱花钱。他一把推倒了刘小跳，直接抢走了大麻。这时意外发生了。慌乱之中，小白摔了个跟头，弄丢了本来跟着他一起跑的王小米。这时，小白身后忽然有人叫他。
虽然浑身沾满黑油，但依然可以大概看出这个在背后叫小白的人就是小白的父亲白来。他不是上吊自杀了吗？几个孩子跑到大街上集合，清点人数后发现彻底弄丢了最小的王小米。也正是此时，到了白爸信上约定的22点13分，奶奶在家打开了信，神情恍惚地读完，似乎明白了很多事情，痛哭了起来。又一个儿童走失了，孩子们彻底慌了，赶紧通知了还在开会的家长们。别人的孩子走丢了，老王忙着运动不上心，转眼就轮到了自己家的孩子王小米。这次老王疯了一样在森林里寻找，却一无所获。到了第2天，警察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具男童的尸体，老王赶了过去，却发现死的孩子双眼被烧伤，穿着很老款的衣服，身边还有一个80年代的随身听。虽然年纪相仿，但并不是自己的儿子王小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男孩的衣服上有很多红土，但是在发现男孩的地方却并没有发现这种红土。同志们，80年代的衣服和随身听，老王的弟弟王老二就是33年前失踪的。我也不卖关子了，直接剧透，这具尸体就是老王的弟弟王老二。那尸体为啥过了30多年都没有腐烂呢？咱们接着看。此时在另一个场景中，刚才饱受精神折磨的红发，此刻正被绑在通电的椅子上，胸前挂了一个带有年代的硬币，机器扣住了他的双眼，红发被迫开始了某项身体实验。同样的硬币也出现在了烧伤双眼的无名男童尸体上。老王虽然觉得这个孩子很像弟弟，但尸体没有腐烂，年龄对不上，他自然也不敢认。而且此时的老王没有心情管这些，他只想尽快找到自己的儿子。此时王小米的失踪已经传遍了全镇，此处有2个角色非常可疑。第一个是刘医生，他听到王小米失踪的广播新闻时，居然在车里痛哭起来。第2个是王小米的爷爷，也就是老王的父亲王老爹。只见他拿起了一件毛衣，发现毛衣袖子上有大量看似血迹的红色污迹，然后赶紧扔进了洗衣机里。这2人和王小米失踪是否有关？咱们暂且按下不表。扒开2朵，各表一枝。老王发现洞穴连着核电站，就想要进入核电站找儿子，但核电站是1级保密单位，进入需要申请搜查令。核电站的站长前爸亚历山大坚决地拒绝了审批搜查令，还神神秘秘地交代手下，今晚必须把他们弄走。这个被命令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红发的父亲。他是核电站的仓库看守，面对核电站站长的指示，他虽然有点不情愿，但也只能照做。这时，前妈雷姐已经濒临停业的酒店突然迎来了一位神秘客人。他开了一间房，在房间里贴满了各种时间穿越的图纸，箱子里放着一本书和一台复杂机械。书是一个叫 HG 的人写的《时间旅行》，机械也是一台时空穿梭机，而他本人正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中年小白。咱们就叫他大白吧。大白就是那个之前早上从洞穴里走出来的神秘人。看来洞穴似乎有让人穿越的功能。大白在暗中观察了1天，第2天才在酒店现身，究竟有什么目的，目前还不得而知。另一边，小白在家里发现了房顶隔板有些松动，伸手一摸，竟然摸出了一张地图。地图上详细标注了温登镇的各种信息，在洞穴旁有一行手写的字：通道在哪里？到了晚上，多次申请搜查核电站未果的老王偷偷溜进了核电站仓库寻找儿子，但还是没有发现儿子的踪迹。虽然没找到儿子，倒是找到了一大包大麻。看来不只是红发老爸也在仓库里偷偷做着大麻生意。老王发现大麻的同时，看仓库的红发老爸也发现了老王。2个同样丢了儿子的男人对视了一下，谁也没再追究对方。就在同一个晚上，又有一个神秘人走出了洞穴，他拖着红发的尸体丢在了森林里。看来之前的人体实验已经失败，代价就是死掉了之前被大家惦记的红发。此时森林的另一个角落，核电站站长前爸亚历山大正在整车的运送核废料，这很可能就是他坚决不让老王搜查的原因。而亚历山大之前对红发父亲说的把他们运走，这个他们应该就是指的这些核废料。此时又是一声诡异的巨响，巨响伴随着大量生物死亡，面对满地的死鸟，警局门口的夏姐俯下身，慢慢捧起了一只，若有所思。鸟类死了一地，但有的人却依然不知死活。王小米在哪里？或者说，王小米在哪个时间里？巨响过后的山洞里，浑身是伤的王小米慢慢钻了出来。他慌张地回到自己的家中，家门口的摩托看起来款式很老，而房子却看起来很新。地上摆着一张当天的报纸，报纸上正在复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案。更关键的是，报纸上的时间定格在了1986年11月5日，星期三。至此，本片的第2条实验线正式打开。王小米通过洞穴穿越回了1986年，在这个实验线里，他的爸爸老王还不老，看起来像个小痞子。他的妈妈卡姐现在也还是老王的女朋友。小米回到了家，但你遇上的爸不是爸，你眼里的妈也不是妈。老王和卡姐根本不认识小米，面对神神叨叨的小米，他俩骂了一顿就上学去了。小米看门没关，偷偷溜进了家里。屋里躺着的是年轻时代的王老妈，王老妈正看着电视上的巧克力广告发呆。现在这个实验线，他的2儿子王老二刚刚失踪不久，所以看见有小孩进来，他立马就冲上去问小米知不知道王老二在哪。毕竟隔了33年，小米没有认出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的亲奶奶，他内心很蒙圈，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哪。小米从房间里逃出来，追到了学校，还期望着能遇到自己当校长的妈妈卡姐，却发现学校还是那个学校，门口也还是贴了寻人启事，只不过这次失踪的孩子从红发变成了王老二。
而校长已经不是自己老妈了，换了一个男校长。小米再次遇到了年轻时代的卡姐，还有年轻时代的白妈娜娜。此时的娜娜还是卡姐的小跟班，与卡姐的张扬不同，此时的娜娜似乎更加保守内向。但相同的是，他们都不愿意搭理胡言乱语找妈妈的王小米。学校里找不到妈妈，小米就去警局找爸爸。一到警局，小米就说要找老王，还说老王是这的警察。当门的老警察当时就气笑了，老王这小痞子要是能当警察，王字以后倒过来写。在老警察眼里，老王是镇上出了名的不良少年，面前这个受伤的小孩一定又是被老王欺负的小可怜。他决定帮小米去警告老王，照他两股正道的光啊！这么正能量，咱们就叫这个老警察光爷吧。光爷也不简单，他其实是钱家的老一辈，他的女儿克劳迪亚是小镇核电站的主管，并且明天就要上任，成为核电站新任的站长，咱们就简称他为克婶。而这个克婶正是钱钱的外婆，也就是钱钱老妈雷姐的亲妈。克婶一心想把核电站搞好，但她的女儿雷姐却对母亲的事业漠不关心。所以在2019年时，雷姐的倒插门老公前爸亚历山大接管核电站，成为下一任站长，倒也合情合理。这时的雷姐还没有陷入中年危机，依然高冷锅发亮喜人。这里我们再按个暂停，补充一下人物概述图。本来人不多的钱家一下子快挤不下了。首先在最上面的是老警察光爷，再下一层是光爷的女儿克婶，即将成为核电站的新站长。再下面是年轻时的钱妈雷姐。这里我们把两种形态放在一起，后面的钱爸和钱显都说过了，咱们继续。克婶到了核电站门口，在扫地的是年轻的刘玉儿。刘玉儿大家还记得是谁吧？未来时空养老院的疯老头。这时的刘玉儿还没疯，冲着克婶献殷勤，害羞的送上了一本包装精致的书，还恭喜克婶升职。克婶理都懒得理，拿了书就走了。哎，老天狗了。不过进了核电站，还有人在拦他，这人就是老王的亲爹，年轻的王老爹。他来找克婶不是为了别的，就为了问克婶晚上有没有时间跟他见缝插针。他已经受不了因为丢了孩子精神失常的王老妈，想从克婶这里找些安慰。我说老王怎么出轨强度那么高还不累，原来是遗传。王老爹和克婶的婚外情也有一段时间了，但这次王老爹可能要失望了。现在克婶升了职，只想一心扑事业，没空扑男人。受伤的小米被送到了医院，照顾她的护士十分贴心的询问她的个人信息，从这个护士脸上的痣也能认出来，她就是33年后小白的奶奶大志。面对大志的询问，小米回了一句：大志看了看漫画书封面上的 future， 也只是童言无忌，并没有当回事。大志是个老好人，经常替同事们加班，而同事们总找他代班的原因也很简单。不对啊，33年前的大志没有家人，33年后孙子都上高中了，就算他现在立刻找老公结婚生娃也来不及啊。估计有很多聪明的小伙伴已经猜到了，在这里我也直接剧透得了。大志忽然多出来的那个便宜儿子，正是穿越回过去的王小米。也就是说，这个王小米长大以后，正是小白的爸爸白来。小米穿到过去成为白来，但后来还是自杀了，相当于白来一趟。米字多一笔就是个来，我取名是不是很有逻辑？咱们再捋一下，白来的儿子是小白，小米的姐姐是小花。如果小米就是白来，那小花不就是小白的姑姑？我泡我姑姑。杨过和雪诺同时表示很赞。别接着喊哇塞，更让你们匪夷所思的还在后面。核电站里现任老站长是刘家人，咱们叫他刘董。准备卸任的他正在收拾自己的照片，照片里这个人就是刚刚正在门口扫地的刘玉儿。自己是核电站站长，却让自己的儿子在核电站扫地当保安，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这个故事就是要慢慢铺开的，咱们往后看。刘董还在收拾，克婶推门而入，拿着核电站的资料质问刘董是不是有事瞒着他，卸任是不是为了甩锅。刘董说你不懂，切尔诺贝利事件已经爆发，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核能，你懂不懂？你明天上任之后，不只要对核电站负责，还要为整个小镇负责，这次懂了没？面对克婶的质问，刘董还是云里雾里，一副懂得都懂的表情。他带着克婶来到了核电站附近的一个大坑前，这位董哥接着告诉克婶，有些坑是坑，但有些坑是一片汪洋。说完给了克婶填坑的钥匙。然而克婶和偏偏一样，就没有不敢入的坑。他顺着绳子下去，一路摸索。万没想到，核电站竟然产出了这么多核废料。这些核废料一直存了33年，到了亚历山大做了站长时，也一直遮遮掩掩的。这些玩意儿到底是啥？搞得每一任站长都很亚历山大。难道说小米和大白的穿越、红发少年的神秘实验都和这些核废料有关？咱们接着看。雷姐回了家，却发现妈妈没了。打开留言机，克婶告诉雷姐，她晚上又要加班，让雷姐打开冰箱拿微波炉食品当晚餐。雷姐表面平静，显然这样的话她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她照着镜子，手腕上露出一道道伤痕。自杀这种事儿，她估计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她又为什么想死呢？警察局里，小米穿越时的巨响带来了33只绵羊的集体死亡。光爷正百思不得其解。公交站前，年轻的娜娜已经开始勾搭起了青年老王，问他如果事业清零重新开始，他有什么愿望？老王回答，希望新世界里没有温东小镇。2019年，还在找儿子的老王带着仅存的希望，一下下的在洞穴里猛凿铁门。1986年，从院里偷跑出来的王小米也来到了洞穴深处。黑暗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和秘密，时空间似乎仍有希望的声音在传递。
2019年和1986年2条时间线已经开始慢慢展开。王小米失踪以后，老王忙着找儿子，顾不上娜娜了。小白根据阁楼上翻出的地图，再次来到了山洞。而从未来穿越回来的成年小白，也就是大白，则在暗处默默注视着小白。看得出，那张地图也是他放在那里用来指引小白的。小白在山洞里没啥收获，却在出来时，在自己停在路边的自行车上发现了一条红色绳子。看款式和王老二尸体以及红发脖子上的红绳很像。因为王小米的失踪，各个家庭都开始格外在意自己孩子的安全。女警官夏姐要亲自送小女儿刘小雅上学。出门之前，大女儿刘小跳发现自己的口红不见了，严厉地问妹妹刘小雅是不是她偷了自己的口红。刘小雅虽然不会说话，但也不是哑巴亏，打着手语怼了回去：“我一个8岁小孩用什么口红？”但姐姐完全不信刘小雅的话，说妹妹是靠着哑巴卖可怜，骗得了爸妈，骗不了她。真塑料姐妹花。好在妈妈夏姐出来叫刘小雅上学，打断了姐妹俩的争吵。在路上，夏姐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了车，从路边撬开了森林监测装置，拿走了录像存储卡。夏姐的老公刘医生在上班之前去养老院看望父亲刘玉儿，刘玉儿依旧看起来精神不正常，反复念叨着一句话。刘医生知道自己父亲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是很好，所以对他说的话也是不以为意。夏姐把刘小雅送到学校，并且告诉刘小雅晚上放学回来接她。刘小雅笑笑看向了一个小男孩，她告诉了夏姐，那个小男孩叫小新，是自己在学校的男朋友。德国也被老师家长管早恋什么的，而且小雅才多大，小孩子过家家，夏姐完全没往心里去。学校有个男孩照看小雅反倒很好。送完孩子回到警局的夏姐打开了刚才拔下来的存储卡，发现案发当天森林里的监控拍到了一辆可疑车辆，仔细比对车牌之后，竟然是自己老公刘医生的车。夏姐这才想起来，王小米失踪当晚，老公曾经给自己打过电话，没说几句就挂了。她打回去问老公那天想说什么。刘医生接到电话时，正好人在车旁，并且他发现了自己车里有异样，一边扫干净车里脚垫上的红土，一边含糊其辞地回答妻子，说他当晚一直在诊所，给妻子打电话就是想说自己会加班，晚点回家。可看表情，他明显是在撒谎。刘医生车里的红土在王老二的尸体上也出现过，难道刘医生和男孩们的失踪有关？为了弄清楚刘医生到底当晚在哪里，夏姐去找了之前刘医生经常光顾的风俗流动小面包车，问里面的妓女，案发当天刘医生有没有光顾这里的生意，还出示了照片。结果对面明确表示，刘医生1年都没来过了，而且一张口我人傻了。好家伙，女装越粉，大佬越狠。原来刘医生是弯的，跟夏姐的婚姻也早就名存实亡。平时他也只能找这种移动快餐车解决需求。这件事夏姐一直也都知道，只不过为了孩子，俩人都没有撕破。但秘密似乎并没有保住，他们的大女儿刘小跳其实早就知道了一切。说起刘小跳，就不得不说暗恋他的王长毛，也就是王家的大儿子。几个人相约去山洞时，只有刘小跳是不请自来，先他们一步找到了红发的大麻。所以王长毛怀疑弟弟王小米的失踪和刘小跳有关，并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开始跟踪刘小跳。后来果然发现刘小跳在树林的铁盒子里藏了钱，并且在学校的更衣室抓了刘小跳一个人赃并获。王长毛质问他是不是也在贩毒，整天被人跟踪，刘小跳也很不爽。他愤怒地告诉王长毛，自己攒钱是为了离开这个城市，离开遍地谎言的家庭。他知道自己的爸爸是弯的，父母感情早就破裂，但还是要配合父母装模作样的演戏。说着说着，愤怒变成了倾诉，而王长毛也因为弟弟失踪压抑了很久。两个年轻人在这一刻都需要发泄。夏姐开车来到了刘家在森林里祖传的小木屋，在地上发现了车胎的痕迹，而车轮印里再次出现了红土，也再次印证了刘医生绝对藏着事儿。木屋旁是一个铁门盖住的地下室，地下室里有什么，曾经又被用来做过什么，估计都和刘家父子脱不了干系。夏姐进入地下室，却发现这里空空如也。紧接着，她接到电话，要去核电站处理公事，于是便打电话给老公刘医生，让他替自己去学校接小女儿刘小雅放学。但两口子不知道，因为老师生病，刘小雅提前放学了。她左等右等也等不来人，默默地掏出了姐姐的口红，涂在嘴上，背起包走了。看来刘小跳还真没忘他，口红确实是他偷的。刘医生到学校时，别说刘小雅，老师都快走光了。小的不见了，老的也不让人省心。刘医生的父亲养老院里疯癫的刘玉儿再次逃了出来。花开2朵，各表一枝。刘家儿媳妇夏姐此时赶到了核电站，这次她来不是来办什么案子，而是来见老王。上一集我们说过，老王怀疑自己走丢的儿子王小米就在核电站中，他想进入调查，申请调查令却被拒。老王为了找孩子，强行翻越了核电站的围栏，身为警察的他却被保安抓了个正着。离开核电站，老王还在跟夏姐抱怨，说他根本不懂丢了孩子是什么感受。立马夏姐就接到了刘医生的电话，说刘小雅丢了。行，这回懂了。但好在和老王家不同，刘家这次是有惊无险。刘玉儿被警察发现，送回养老院。刘小雅也自己找回了家中。她说她看着没人来接自己，就顶着雨走了回来。虽然绕了路，但好在人没事。
姐姐刘小跳看见刘小雅平安回来，先是喜极而泣的拥抱妹妹，转眼低头看见妹妹涂着自己的口红，反手就是一个耳刮子。姐妹俩的关系就是这样，小事上打打闹闹，你死我活，但真的出了大事又彼此在乎。比起口红，更奇怪的是，刘小雅回来之后，从身上掏出了一块怀表，说是一个叫诺亚的人给她的。诺亚还说这是夏姐曾经的东西。夏姐看着表里面刻着的献给夏洛特，若有所思。作为警察，也作为在这里长大的居民，夏姐在这个小镇里见过的怪事太多了。最近，镇上的鸟类开始大范围的离奇死亡，鸟的死因是双耳膜破碎、失去平衡后坠落，甚至还有受辐射之后变异的白斑。鸟竟然能坠落摔死，估计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见过。但夏姐见过2次，33年前她就曾目睹过一次鸟类集体离奇死亡。那时的她还没想到事情有多严重，甚至把鸟当做自己的静物，画了一张又一张素描。33年过去了，死鸟、怀表，这些到底代表什么呢？刘小雅是回来了，却有另一个孩子失踪了，那就是刘小雅的小男朋友小新。同样是走在树林里，同样是遇到了神秘男子。而病床上的老爷子刘玉儿也像意识到了什么一样，一把抓住护士，重复着那句得让他停下来。这个诺亚在第2天下午还直接给钱钱打了电话。还记得前晚就是钱家的独生子。这里补充一个点，之前几个孩子找到了红发藏的大麻，在藏大麻的袋子里还有红发的手机，也落到了钱钱的手里，只不过没有密码，所以一直打不开。此时诺亚在电话里说自己是红发的大麻供应商，约钱钱晚上见面。钱钱一听还有这好事，立马就告诉了小白，让他陪自己一起赴约。而在另一个时空里，诺亚同样存在。在1986年的时空，诺亚去找了还躺在病床上的王小米，自称是教堂的牧师，云里雾里的给王小米讲了几句宗教知识，还说他的命运已经被安排好了。在这个时间线里，暗恋老王的娜娜心里吃卡姐的醋，却没地方讲，恰好遇到了穿越过来的王小米。王小米刚刚拆开大智护士送他的礼物，一本名叫《我不恐惧》的书，他还给娜娜表演了魔术，两个人也算就此正式认识，为后来俩人结合生下小白埋下伏笔。1986年的王小米认识了小时候的娜娜。而2019年，他把老王则认为儿子王小敏的失踪就是上天对他出轨的惩罚，于是决定和娜娜摊牌分手。但娜娜可不是一个好惹的女人，从小到大都不是。小时候的娜娜偷偷目睹了老王和卡姐躲在更衣室里锻炼身体，嫉妒让人疯狂，她居然举报诬陷老王强奸卡姐，描述的有声有色。检局的光眼本来就对老王有偏见，听到一个小女孩这么诚恳的举报，直接把老王抓了，审都不用审。老王也是很郁闷，我老弟丢了你不去找，反倒把我给抓了。也是正因为觉得光爷不靠谱，老王从那日起就立志要做名警察。光爷是谁？你们估计也忘了，他就是钱钱的妈妈雷姐的妈妈克婶的爸爸，所以光爷算是钱家的上一辈。回到2019年，在钱妈雷姐经营的酒店里，大白把一个箱子交给雷姐，让她帮忙按地址寄出去，而自己则要离开几天。从酒店出来的大白来到了小白父亲白来的墓地旁，找到了刚刚从钱钱家出来的小白。大白说，小白的父亲曾经救过他一命，但他直到多年后才明白这件事。等等，他爸爸不就是你爸爸吗？你说你俩可以啥呢？其实看得出，大白很可能指的是白爸的自杀，但这里大白没有明说，小白自然也没听懂，以为大白只是个普通的中年人，碰巧认识自己爸爸而已。大白告诉小白，生命是一个迷宫，入口即是出口。故事里提到的迷宫都是指希望的圆形迷宫，从入口进入到达圆心，再由了返回。大白还和小白说自己以后每天都会来找他，直到小白做出正确的决定。说完也不管小白同不同意，拎起包就走，留下小白一脸蒙圈。当天晚上，小白虽然答应了钱钱和他一起去演诺亚，但却在当晚放了钱钱鸽子。他回了学校，去看了王小花的话剧演出，还找到了后台和王小花聊了起来。小白向小花解释，自己当初并没有去法国，只是不想被人当成神经病，才编的瞎话，并且再次表露心迹，暗示对小花还有感情。如果不是几个月前父亲发生意外，当时的他早就跟小花表白了，也一定会和小花在一起。小花心里也一直喜欢小白，明明现在钱钱是她男朋友，但是今天演话剧的事反而只告诉了小白。男女主虽然戏份不多，但是作为官配，该发的糖还是得发。一边是放自己鸽子的兄弟，一边是瞒自己的女友。钱钱要是知道，估计当场脑淤血。咋？你俩跟我这调虎离山呢？当然，钱钱也没闲着，他最终还是等到了诺亚，只不过对方可不是来给他送大麻的。诺亚把他叫上了车，一段神秘的对话之后，留下了眼神复杂的钱钱。诺亚驱车离开，具体说了什么，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小白吻完小花回到家，发现自己收到了一个箱子，大家应该认识，这就是那个大白留在酒店拜托雷姐邮寄的箱子。小白打开箱子，里面是一个会发光的首饰球体，一个看起来像地压表的东西和一封纸张泛黄的信。另外两个东西，小白现在看不出来有啥用，但信他还是看得懂的。信文上写着，在11月4日22点13分之后打开。没错，这就是小白爸爸白来的遗书。从纸张的陈旧程度来看，
这明显不是被大志奶奶私自藏下的那封，而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存档。在信里，白来完整讲述了他的所有故事，包括他本来是王小米，2019年和小白一起去山洞时失踪，穿越回了33年前，被大志护士收养，又一点点长大，从王小米改名白来，成为了小白的父亲。小白看了信，三观震碎，只能坐在床上目光呆滞的发呆。与此同时，大志奶奶看完他的信以后，把那本《我不恐惧》放在了儿子白来的墓前，而不知道在何时何地，一个钟表匠正在专心修表。一声门铃响起，推门进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带着行李风尘仆仆的大白。钟表匠一抬头门，发现他其实并非第一次露脸。在红发被困在房间受刑时，电视里出现的就是此人。原来他就是《时间旅行》这本书的作者 HG。钟表匠又是四大家族哪家的人呢？两个人要聊什么？这次他们又在哪个时空？目前上一集稍显单薄的刘家故事线已经开始全面铺开。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刘医生心怀鬼胎，自己的老婆夏姐却在层层抽丝剥茧，并让小女儿刘小雅口述得到了诺亚的画像。由于3个孩子的失踪，镇上的居民也都人心惶惶，卡姐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们去上学。王长文和王小花都很不满，毕竟王长文要出去谈恋爱，王小花更忙，要和2个人谈恋爱。大吵一架之后，小花跑出了家门。王长文在安慰完母亲之后也出来了，他带着去了刘小跳之前藏钱的地方，一个废铁道下面的铁盒子。这次盒子里什么都没有，但在铁道附近，他发现几个用过的套套和一枚小鸟形状的项链。王长文拿走了项链。老王为了找到儿子，翻遍了警局的档案，找到了当年弟弟失踪时母亲王老妈接受调查时的录音。王老妈说，当初案发时，王老爹和自己都在家，但老王明明记得王老二失踪当晚，自己的父亲王老爹根本就没在家里吃晚饭，而且很晚才到家。老王回到家质问自己的亲爹。就在这一片父慈子孝的氛围里，王老妈出现，打断了2人。她当着王老爹的面坚持说王老爹当天在家。王老爹走后，王老妈又怀念起自己的小儿子，说王老二失踪前不久，王家兄弟俩还曾经打闹，老王弄破了王老二的下巴，留下了一道疤。至于他为什么在调查时说谎，王老妈无奈地告诉老王，他一直知道王老爹出轨，当天晚上他就是去找那个女人了。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雷姐他妈克劳迪亚。之前86年的剧情里咱们提过，王老爹和克婶确实有一腿，老王这出轨的毛病是遗传的。王老妈还告诉老王，王老二失踪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刚好也是雷姐。难道雷姐知道妈妈和王老爹出轨，于是害了他的儿子报复？其实雷姐这个人从小就性格孤僻，所以经常被校霸老王和卡姐欺负。现在的雷姐状态也不容乐观，检查报告显示她患了乳腺癌，并且癌细胞已经扩散。酒店的生意本来就不好，自己的身体又拉起了警报，再是祸不单行了。老王听完母亲的话，立即来到了雷姐的酒店，问雷姐她弟弟失踪时发生了什么。虽然过许多年，但雷姐仍然记恨老王和卡姐。她告诉老王，王老二当年之所以失踪，这个锅还得老王和卡姐背。原来心地善良的王老二知道哥哥和准嫂子总是欺负雷姐，导致雷姐不敢自己回家，就主动陪雷姐一起走，这才穿过森林发生了失踪事件。看来雷姐和老王卡姐夫妻俩是老冤家了，怪不得在家长会上雷姐总和卡姐唱反调。而且老王也同样记恨雷姐，他以为当年诬陷他强奸卡姐的就是雷姐，这事是娜娜告诉自己的，错不了。雷姐不期反笑，你动动你的猪脑子想想，我为啥要举报你？从小暗恋你疯狂吃醋的可是娜娜呀！这一语惊醒梦中人。老王回到警局，再次深挖档案，发现强奸不奸案证人一栏果然正是娜娜的名字。老王愤怒地冲到娜娜家，再次发动了锁喉技能。掐完亲爹掐情妇，老王也是够爷们的。娜娜也很实在，为什么？为了你呗。老王知道如今再怎么愤怒也于事无补，只能带着火气离开。雷姐并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丈夫亚历山大，但亚历山大还是发现了雷姐的医疗报告，他也没有说破，只是打电话告诉雷姐自己会一直和雷姐在一起。老王和娜娜出轨，刘医生手腕的。这么看来，四大家族目前只有前爸2口子感情并不破裂。花开2朵，各表一枝。孩子们这边也没闲着，小孩在学校主演的话剧《阿里阿德涅》继续开演。只不过这次看到话剧的不是小白，而是钱钱。小花在候场时，钱钱找到后台，很认真地向小花道歉。他觉得是因为他主张去洞穴，才导致王小米失踪。小花确实不想见钱钱，但并不是因为弟弟失踪，而是因为小花心里现在想的都是小白。钱钱提出要跟小花私奔，小花拒绝了。钱钱凑过来要吻他，他也本能地躲开了。爱与不爱，身体骗不了人。舞台上的小花演得十分投入。阿里阿德涅讲述了一个神话故事，她扮演的正是女主角阿里阿德涅。故事中，克里特岛国王尼诺斯建造了一个大型迷宫，用来囚禁一个半人半牛的怪物，名叫尼诺陶洛斯。但每年需要供奉童男童女，迷宫十分复杂，走进迷宫的人很可能有去无回。克里特的公主阿里阿德涅原来勇士特修斯一根红绳，当他进入迷宫时绑着红绳，返回时按照红线返回。正是利用这样的方法，勇士顺利进入了迷宫，杀死了米诺陶洛斯，并全身而退。话剧台上有一条红绳，此时小白的手上也有一根红绳。今晚他没有来看小花的话剧，而是去做更神秘的事了。小白在家里发现了大白在地图上留的信号标记，按照地图上的指示，拿着大白寄给他的装备，再次来到了洞穴。
在洞穴口，他发现了一根系在墙上的红绳，和他之前在自行车上发现的红绳是同款，只不过这次的红绳更长，一路延伸到洞穴深处。小白顺着红绳一直往里面走，之前大白寄给他的装备也派上了用场。白色灯球用来在洞穴里照明，而那个看起来像电压表一样的黄色铁盒，其实是一个辐射量表，用来测量附近的放射性物质。小白跟着红绳和辐射表的指引，爬到了洞穴深处。这里有一扇铁门，铁门上的图案正是大白之前在酒店一直研究的三位一体结。就在小白推开门的一瞬间，整个温登镇再次发生了改变。学校里电灯快速频闪，郊外正在调查的夏姐车灯也开始不停的闪烁。之前提到的那个留下的地下室里坐着两个人，老王的父亲王老爹和夏姐的老公刘医生。这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两个人，为什么会坐在一起呢？他们像是老早就在这里等待着什么。王老爹手里还有一个封面上画着三位一体结的笔记本，上面详细记载着多个时间，而此刻正是本子上记录的21点17分。显然两个人知道此时小白将会打开时空之门，并且手里有多次时空穿越实验的记录，他们就是故意在这里等待着这个实验的到来。学校里，卡姐虽然刚和小花大吵了一架，但作为母亲还是默默的过来看女儿演出。话剧台上，王小花演得痛哭流涕，卡姐冲上去抱住了她。走入校门的路上，母女二人偶遇了来接钱钱的雷姐。雷姐刚刚被老王刺激过，对卡姐和老王的怨气再次涌上心头，张嘴就开始对母女俩阴阳怪气的挑衅。卡姐也不是个善茬，她虽然当上了女校长，但毕竟从小就是个不良少女。雷姐嘴上依旧不饶人，她告诉王小花和赶来拉架的王长毛，你们母亲年轻时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你们看到的才是她的真面目。回到家里的王长毛和王小花躺在一起聊天，雷姐的话让他们想到从小到大，他们似乎真的没了解过父母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此时他们的父亲老王在车里翻看着弟弟的照片，突然发现有张照片上弟弟的衣服竟然和森林里发现的那具尸体穿的一模一样。他回到警局找到尸体，发现尸体的下巴正像母亲所说有一道伤疤。老王终于确定了面前的这个孩子就是自己33年前失踪的弟弟王老二。另一边，小白打开了时空之门之后，遇到了一个岔路口，他犹豫了一下，爬向了右边，而等待着他的时空正是1986年。小白走出洞穴，一个人在公交站迷茫，一辆车停在了他的面前，车上的人是33年前还是小孩的娜娜。面对眼前这个年轻的小女孩，小白很难把她和自己的母亲对上，但事实就是如此，一切都像父亲信里说的那样，真的有另一个时空。小白一时错愕，拒绝了小娜娜叫他上车避雨的邀请，独自找了个避雨的地方过了一晚，然后就去了学校。在学校，他遇到了小时候的雷姐，问雷姐现在是什么时间。雷姐明确的告诉他，现在是1986年11月9号。小白又问起父亲白来，还说他是大志的儿子。雷姐表示没听说过白来，但大志在医院当护士，他可没有儿子。2019年的老王发现了森林里的男孩就是弟弟，找到了法医，法医却告诉他没有任何办法能让尸体保存30多年，而且验证后发现这个孩子才死了10个小时。回到家的老王翻遍了所有当年案件的资料，警局里夏姐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核电站的搜查令批下来了，他们终于可以合法的进入核电站，站长亚历山大也不能拒绝。躺在养老院的刘玉儿在梦里陷入了童年的回忆，小时候他耳朵的部位被打烂，关在了做实验的小屋子，逃不出来。正梦到这儿，刘玉儿突然惊醒，不停地念叨着1986年，年轻的老王被关进了警局。光爷一边处理老王的强奸案，一边还要调查王老二的失踪。光爷查到王老二失踪当天是刘一二在核电站值班，就去核电站找刘一二问话。刘一二以现在有工作为由，答应过2天再配合调查。在谈话间，他无意中透露，当天晚上他开车走了大路，这引起了光爷的怀疑，因为小镇里大家一般都是走林间小路。光爷把这点记录了下来，就是这一点点记录一直留了下来，让老王查找案件资料时看到了这个信息。时间跨越33年，老王似乎想把这个光爷办了一半的案子继续办下去。夏姐带着搜查令来到了核电站，亚历山大虽然不情愿，但也只能放行。老王打电话给夏姐，告诉她他的公公也就是刘玉儿当年本应该接受警方调查，却并没有记录。口供档案里只有一句话，就是他没走林间小路。夏姐觉得他很荒谬，刘玉儿不可能33年前绑架了王老二，现在又绑架了小米和其他孩子。他现在可是个老年痴呆的75岁老人，自己不走丢就万幸了，怎么可能犯罪？并且最关键的，王小米失踪时，刘玉儿冲进了学校家长会现场，他又不在场证明。挂了电话之后，夏姐注意到核电站附近有一道很不合理的轮胎印，一直通向森林。带着怀疑的本能，她顺着走了进去。轮胎印路向前，通向了一道铁门，铁门里是之前核电站老站长带着钱家的客婶来过的那个深坑。夏姐果断入了坑，但坑里早已空空如也。当初客婶看到的一堆核废料已经消失不见，剩下的只有一些附着在墙上的黄色油漆和一道被焊死的门。老王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不顾夏姐的反对，偷偷找到了刘月，质问他33年前为什么不接受调查，为什么没走小路，到底知不知道我弟弟的事。刘玉儿显然对这些问题反应很大，心率直接飙到了180。医护人员赶紧冲了进去，拉开了老王。
核电站和养老院。老王2次违规调查，气坏了夏姐，他直接宣布给老王停职。1986年，光爷从核电站回去的路上遇到了雨中徒步去医院的小白。出于警察的直觉，光爷叫小白上了车，带小白去了医院。在车上，光爷和小白搭话，问了他的名字，还提醒他以后不要自己到处乱走。小白到了医院，亲眼看到了年轻的大志奶奶和王小米，彻底证实了父亲心里的话，面前的王小米就是自己的父亲白来。大白告诉小白，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太少，不管你信不信，王小米真的就是你爸。小白一推算，那这么说，老王就是我爷爷，王小花就是我姑姑，刚泡了手就变姑姑，小白心态直接崩了。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小白在说到老王就是我爷爷之后，大白很自然的接了一句，用的是我而不是你，其实已经是在暗示小白我们是同一个人，只不过这时的小白还沉浸在我泡我姑姑的震撼中，没听出来。小白转身就要把王小米带走，带回2019年。大白一下把他按住，给他上了一堂祖父悖论课。你带走小米，他就没法和娜娜相爱；你爸你妈不相爱，那你就没了呀，宝贝儿。小白想了一下，最终没有走上前拉回王小米，他原路返回，回到了2019年，关掉了手里的灯，像是彻底放弃了。回到家，小白问母亲娜娜是否相信命运，还告诉娜娜爸爸其实很爱她。说完，小白烧掉了那封父亲的遗书，似乎想忘掉一切。1986年的警察局里，光爷问卡姐老王到底有没有强奸她，卡姐明确否认，说自己是自愿的。光爷又问卡姐脸上的伤是咋回事，卡姐说是自己摔的，还说老王永远不会伤害自己。卡姐脸上的伤自然不可能是自己摔的，到底是谁打的呢？好家伙，这个伏笔一直埋到了第3集才给大家揭秘，我这里也按下不表加1吧。1986年的千年卡姐护肤心切，讽刺的是时空轮转，33年后，卡姐面对的却是老王证据确凿的出轨。他查过老王的电话记录，有个电话多次频繁拨通，打过去正是娜娜，再加上他之前在娜娜身上闻到的气味，卡姐早就确认了老王的出轨对象就是娜娜。老王回到家，告了媳妇一个坏消息，我被警局停职了。卡姐告诉老公一个坏消息，我已经发现你和娜娜出轨了。卡姐没有给老王解释的机会，只说王老妈刚才打电话找他，电话里王老妈一直在说王老二的事，明明孙子王小米也失踪了，但王老妈只字未提，这让卡姐很伤心。她觉得在这个家里已经没有关心她的人了。老王去找了王老妈，王老妈坚持王老二没有死，只是失踪了。他忽然想起来，在王老二失踪的前1周，他曾看见一个牧师在和一个男人吵架。当时他没有多想，只是觉得牧师一般是个情绪很稳定的职业，跟人这样激烈的吵架有些奇怪。不过更奇怪的是，他今天早上又见到了那个和牧师吵架的男人。多年过去了，那个男人的面貌几乎没有变化，而且他的耳朵上有一个明显的伤疤，这不就是刘玉儿吗？但根据王老妈的描述，显然不是躺在养老院里的那个刘玉儿。戴着黑帽子蒙住头的年轻刘玉儿走进了那个盖着铁门的地下室，摘下帽子露出了真面目，看来他就是拐跑孩子的神秘黑衣人。那他和诺亚又有什么关系呢？前面说过，这个地下室夏姐曾经来过，那次之后他派部下查了洞穴和地下室的联系，部下告诉他刘家的森林小屋似乎真的和洞穴有关联，并且在图上做了标记。夏姐开车去了刘家的森林小屋，在小屋前她打电话给丈夫刘医生，问他是不是知道小屋的事，刘一儿1986年时是不是住过小屋，以及这么久了为什么这个破旧的森林小屋还在保留。刘医生却是一问三不知，他说自己1987年才来的文登，对小屋之间的事情一点也不了解，他只知道1986年11月12日时刘一儿曾发生意外。这里补充一下啊，目前出现的2个时空，1986年和2019年，虽然在年份上差了33年，但在日期上却是统一同步的。看来小白穿越回1986年，问雷姐日期，雷姐告诉他是10月9日。现在夏姐所在的时间也是2019年11月9日，所以如果时空真的存在某种对应，那3天后的11月12日很可能会有什么事发生。夏姐打完电话，再次进入地下室，这次她看得更仔细了，在地上发现了一张蓝色动物墙纸。这个墙纸眼熟不？就是之前红发被做人体实验时墙上的贴纸。看来刘家附近的这个地下室就是那个杀死红发的实验基地。夏姐找对了地址，可惜没有找对时间。此时老王开车回家的路上，在车里发现了之前王小米变魔术用的黄色小人，想起了儿子当初说过的话。Papa, die Frage ist nicht wie, die Frage ist wann。该着到了时间这个关键，老王再次来找刘玉儿，发现刘玉儿又逃出了养老院，床位上只留下了一个木人玩具和一本《时间旅行》。木人玩具在小新被拐走时出现过，《时间旅行》里也架着一根红绳，红绳吊着一枚硬币。好家伙，关键道具全齐了。老王一路追出去，发现了跑出医院的刘玉儿。老王终于明白了，孩子们的失踪关键不在于谁绑架了他们，绑去了哪里，而在于绑去了什么时间。老王给夏姐打电话，留言说了他的想法，他现在觉得就是刘玉儿干的，并且是他在1980年的时候干的。而刚刚那个戴着黑帽的刘玉儿走出了电视，面前摆着的又是一具小孩的尸体，同样的双眼烧毁，脖子前挂着硬币。从衣着看得出，这个孩子就是失踪的小新。
刘玉儿虽然看起来有点难过，但还是将小新的尸体拖进了森林。地下室里，一个男人正在疯狂洗刷地面，他的后背纹着满背的碑文。转过头来，不是别人，正是诺亚。看来刘玉儿和诺亚关系很深，这个地下室就是关孩子的神秘小屋。老王的猜测没错，确实是他们干的。之所以一直抓不到，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在另一个时空做的案。诺亚清理完地面，在墙上写下了一个日期：1953年的11月9日。但这行日期上面还有一行：1953年11月5日。1953年不就是1986年的33年前吗？没错，这部剧又要开启新的时间线了。在1953年的时间线，刘一尔还是个孩子，耳朵也还有2只。他一直做的那个噩梦，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王娘的父亲老王为了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子，跟随养老院的疯老头刘一尔来到了温登洞穴。这个洞穴前面说过，具有让人穿越的功能。老王在洞穴里找到了那根红绳，和小白一样，他顺着红绳向前走。正走着，一声巨响传来，可能是走在前面的老年刘一尔已经穿越了。老王和小白一样，打开铁门，爬到了那个左右岔路口。不同的是，小白当初选择了右边，去了1986年，而老王选择了左边。所以老王来到的是1953年。在1953年，刘一尔还是个孩子，耳朵也暂时健全。这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核电站附近，目睹了一个意外事件。在1953年时，核电站还在初步建设阶段，但工人却在工地的沙土里发现了2具男孩的尸体。从服装上来看，我们知道这俩孩子就是红发和小新，2个人都是温登镇2019年的失踪人口，如今尸体却出现在了1953年的时空。这时的光野刚当上警察不久，还很年轻帅气，咱们可以叫他光叔。光叔的直属领导是警察局的局长白局，也就是护士大志的父亲小白名义上的曾祖父。光叔和白局勘察了现场，没有任何调查思路。工地旁的宣传板上用刘一尔一家3口的形象制作了画像，这句话立在2具尸体面前，似乎有点讽刺。此时从工地上回家的小刘一尔，因为弄脏了衣服，被母亲刘妈严厉训斥。但刘妈似乎并不喜欢刘一尔，对他充满厌恶。这时刘家之主刘董赶回了家。1953年的刘董就已经拄着拐杖，腿脚不便。他和刘妈不同，对刘一尔言语里很是宠爱。警察局里，光叔和白局看法医检查着2个孩子的尸体，觉得处处充满诡异。尸体上不仅挂着1986年的硬币，红发身上还纹着一个从未见过的纹身。更关键的是2个孩子穿的衣服。Made in China？ 没错 ，Made in China。刘一尔被训斥后，独自来到临街小屋，看起来这里是他从小就会来的秘密基地。只不过这次他第一次发现了小屋旁的地下室。地下室的墙上是诺亚用粉笔写下的1953年11月5日和1953年11月9日，这很可能就是那2具男孩尸体被送回来的时间。从地下室出来的刘一尔遭遇了2个大孩子的霸凌，好在从森林里冲出来的老王吓跑了2个孩子。老王还不知道自己来到了哪里，只问刘一尔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睡衣的老头，并且教刘一尔以后遇到打不过的人就咬他。刘一尔当然没见过穿睡衣的老头刘一尔，他自己就是刘一尔本尔。离开了刘一尔，老王从森林里冲上公路，遇到了一辆正要开进城的汽车，而车上下来的人彻底让老王的世界观崩塌。车上的女人举止优雅，穿着一身红裙，正是老王的亲奶奶王红，我们就叫她红婶吧。红婶问了老王一个地址，正是老王现在的家，但显然现在的王家还没有搬进那里，住在那儿的是钱家的光叔一家3口。红婶这次来也是准备和光叔家谈租房子的事，一起来的还有红婶的儿子老王的爸爸，也就是童年时的王老爹，再叫他王老爹就不太合适了，咱们就直呼他的全名王建国。老王看到亲奶奶跟自己问路，自己亲爹还是个孩子，心里别提有多斯巴达了。被老王救下的小刘一尔来到了警察光叔家，来找光叔的女儿童年的课室，咱们也称呼她的全名克劳迪亚。刘一尔这个学渣是来找克劳迪亚补课的，刘家一直付钱请学霸克劳迪亚给刘一尔开小灶，估计就是从那时起，刘一尔就对克劳迪亚暗生情愫。正补着课，红婶带着儿子王建国上门了。光叔此刻在警局上班，并不在家，是光叔的妻子多丽丝简称多多招待了红婶母子。多多问起红婶的情况，红婶说自己丈夫死了，只有母子俩来看房子。花开2朵，各表一枝。2019年的老王曾经在刘一尔的病房里发现了一本名叫《时间旅行》的书。穿越到1953年的老王居然真的找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还很年轻的钟表匠。钟表匠的表示，现在是1953年，书的作者不是他，自己也压根就没见过这本书。反倒是老王给他看过之后，这本书让钟表匠眼前一亮，似乎很感兴趣。老王留在钟表匠的店里发呆，碰上2个女孩上门取表。这俩女孩都不是外人，一个是小时候的大志奶奶，另一个直接就是老王的亲妈王老妈。温登可真是个小地方，来一趟奶奶爸爸妈妈见全了。2个女孩聊到今天在警察局发现了2个小孩的尸体，这个话题直接点燃了老王。他本能的想起自己的儿子王小米，抓住大志问了2句之后，头也不回的冲出了门，还把自己的外套落在了钟表店里。光叔回到警局，撞见跑来警局找孩子的老王。
老王情绪激动地问起孩子的特征，但没有一个和王小米相符的。他焦急地想从外套里掏小米的照片，却发现外套落在了钟表店那里。老王接着问光叔有没有见过刘一尔，光叔则告诉他，咱们镇上姓刘的只有刘董和他儿子，而且刘一尔还是个小孩。这个奇怪的提问也让光叔记住了老王这个人。光叔下班回家，看到了妻子多多和红婶在家。多多告诉光叔，红婶可能会租下家里的空房间。光叔则出于职业习惯，对红婶盘问起来。红婶因为祖母曾经生活在文登镇，所以这次才回来。光叔还没来得及问他祖母叫什么，就被孩子们冲进门的大叫声打断了。克劳迪亚说自己的狗不见了。原来刚刚为了方便大人们聊天，多多让克劳迪亚带着王建国和刘一尔出去玩，一起带着的还有克劳迪亚养的宠物狗酱酱。几个孩子一起往洞穴走。在路上，克劳迪亚一眼就喜欢上了长相帅气的王建国，一路上一直跟王建国聊天。走到洞穴时，克劳迪亚干脆彻底甩下了刘一尔，和王建国单独约会。刘一尔气不过，只能拿狗撒气。看着脚边的酱酱，他拿起一根木棍丢进了洞穴，酱酱本能地追了进去。洞穴有什么功能，你们也都知道，酱酱就酱没了。光叔听克劳迪亚说，酱酱曾经跟刘一尔在一起，就暂时放下了客人，去刘家找狗。刘妈对光叔的到来不是很欢迎，说他既没看见孩子，也没看见狗，把光叔打发走了。刘一尔确实没回家，而是躲在刘家后院，一个人抱着装满饲料的盒子发呆。来刘家的也不止光叔，老王也来了。老王走到后院，掏出老年刘一尔在医院留的硬币，问小刘一尔是否认识。小刘一尔自然摇头否认。老王看着刘一尔刚捡的一盒死鸟，误以为鸟是刘一尔杀的。老王顿时觉得刘一尔肯定从小就变态，小时候杀鸟，长大就杀人。既然这样，趁他还没长大，弄死他不就完了？现在的老王疯狂地追着孩子，刘一尔拼尽全力跑到自己小屋的附近，但还是被老王逮到。老王按到刘一尔，拿起块石头照着耳朵一侧一通猛砸，砸得刘一尔满脸血肉模糊。好家伙，真会知道耳朵是咋没的了。老王以为刘一尔已经死了，就把他拖进了地下室关好。但老王不知道刘一尔并没有死，一切也都没有结束。有时你期望改变过去，但正是你给过去的人创造了他的未来。1986年的钟表匠已经满头白发，面对找上门的大白展开了一次深入的谈话。钟表匠说，他一生都梦想着穿越时空，但时空里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谁也说不清，过去影响着未来，未来也影响着过去。而大白则一语惊人，他告诉钟表匠，他书里写的事情都已经实现了，虫洞理论不仅仅是理论，虫洞就在温登镇。大白自己就是来自未来，他来到了1986年找钟表匠，就是为了把已经损坏的时光机带回来，让钟表匠维修。时光机器能够打开一个入口，使人们以33年为单位穿越到过去或未来。而在大白所在的那个未来，几个月前刚刚发生了一起重大核事故，几乎造成了世界毁灭。这台机器能够重复同样的过程，大白不想创造虫洞，而是想毁掉虫洞，让灾难不会发生。钟表匠严厉地拒绝了大白，表示他根本不会修这个机器，并且他觉得大白的想法太过疯狂。然而钟表匠嘴上说不会修，转眼大白走了，他就掏出了一台除了新旧程度有区别，其他地方几乎一模一样的实验机器。他这台看着很新的实验机器又是怎么来的呢？时间再回到1953年，年轻的钟表匠发现了老王落在这里的外套，顺手往兜里一摸，发现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一部现代智能手机。难道就是因为这部手机，让钟表匠造出了时光机？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刘家里，刘妈经光叔这么一说，也意识到自己儿子刘一尔不见了，去后院找也没找到。知道孩子丢了的刘董找到光叔，说核电站什么的都不重要，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刘一尔。光叔此刻还在警局办案，他不知道家里的女人们此刻已经被一丝微光打破了寂静。红婶和多多一起整理房间，并且邀请多多一起喝下午茶，还送给了多多一套好看的裙子。多多问起了红婶的丈夫，红婶说她丈夫是个牧师，但没有任何信仰，而且不是好人，他死了反倒是好事。红婶提到的丈夫会是诺亚吗？毕竟目前登场的只有他一个牧师，而且确实不像好人。巧的是，此时的诺亚也出现在了1953年的小镇，他作为牧师正在接受刘妈的忏悔。林间小路里，刚刚收到刘董报案的光叔开车偶遇了老王，老王满脸是血，行踪可疑，还曾经找光叔问过刘家的事。这三点加在一起，老王很自然的成了光叔心里刘一尔10多万的头号嫌疑人。光叔一路狂追，老王则向森林深处的洞穴跑去，就在差一点进入洞穴时被光叔抓住。光叔问他是不是跟刘一尔有关，是不是跟工地的2个孩子有关。刘一尔的事老王理解，但光叔此刻还能问出工地2个孩子的事，把老王的心态问崩了。在老王眼里，他已经杀了小刘一尔，所以历史的进程都将会改变，那2个工地的孩子都不应该出现。现在光叔还能问出这个问题，就说明自己没有杀死刘一尔，或者刘一尔不是所有案件的开端。但总之什么都没有改变，老王的行动彻底失败。光叔一听老王自己交代刘一尔死了，立即铐住老王带了回去。而此刻的刘一尔也真的大难不死，在地下室睁开了眼睛。时间拉回到1986年，
学校里，卡姐正郁闷地抽着烟，想着是谁诬陷老王强奸她。娜娜靠近过来，旁敲侧击的暗示可能是雷姐干的。在警察局，老王的强奸罪名不成立，光夜只能将他释放。但放他出来的时候，光夜盯着他说：“见过他的眼神，他这个人一定藏着东西。”废话，你当然见过，你33年前刚招安人家。被放出来的老王找到了卡姐，在森林边聊天，刚好遇到了迎面走过来的雷姐。卡姐信了刚刚娜娜的话，上去就开始暴打雷姐。森林里有一个戴着头套的男孩，现在在被人追赶，手里拿着把枪，身上受了伤，在流血。他从森林里冲出来，刚好目睹了雷姐被霸凌的一幕，拿着枪逼退了卡姐和老王，救下了雷姐。但卡姐两人刚走，男孩就倒下了。雷姐注意到了他的伤，把他带回了家包扎。一直以来，性格孤僻的雷姐从来没有朋友，男孩成为了她的第一个朋友，也成了她后来的丈夫亚历山大。第一集时，娜娜给亚历山大按摩，提到的那个伤疤，指的就是这个枪伤。咱们接着看，核电站的大坑里，成年克劳迪亚用探测器测试着核物质，突然一只狗冲了出来，没错，就是他33年前走丢的宠物狗酱酱。看见了这只狗狗，克婶越想越不对劲，回到核电站，直接又去找了刘董，问他这个核电站里到底有什么秘密。毕竟没有狗能活33年。刘董还是含糊其辞，说了些核泄漏、工厂投的失误之类的官话，只是承认确实产生了许多核废料，就是堆在大坑里的那些。刚刚包扎好伤口的亚历山大来到森林里，找了个树坑，埋下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一支手枪和一本证件。亚历山大手里有2本证件，一本名字是鲍里斯，一本是亚历山大。他埋下了名字是鲍里斯的证件，留下了亚历山大。显然，鲍里斯才是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就是他害死了亚历山大，然后抢了他的身份。亚历山大以为做好了一切，但好巧不巧的，这些都被躲在暗处的娜娜看到了。时间再回到2009年，成年娜娜掏出了当年亚历山大埋在树坑里的袋子，把里面的枪和证件拿出来，放进另一个盒子里，只留下了袋子。娜娜再次去给前爸亚历山大按摩，按摩时，娜娜掏出了那个装枪的包装袋。时隔多年，亚历山大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娜娜用这件事威胁亚历山大，条件只有一个，狠狠地报复老王，让老王失去一切。至于方法，随他的便。受到了娜娜的威胁，亚历山大一刻也不敢怠慢，立即打电话给了一个人，算是他安插在警察局的线人吧。这个人也是夏姐的部下，之前也出现过好几次，只不过没起名字。特征这么明显，就叫独眼吧。亚历山大要独眼给他老王的所有资料，越详细越好。而独眼则问亚历山大，货车怎么办？看起来夏姐调查没有发现核废料，是因为独眼这个卧底泄了密。他就是负责用货车转移核废料的人。亚历山大直接表示，货车和核废料先不管，过几天直接运回去。显然，娜娜的威胁比核废料的事都重要。这么看来，真正的亚历山大8成就是死于前爸之手。亚历山大不管货车，那自然有人来管。夜幕降临，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接近了装核废料的货车，轻车熟路的敲开，开灯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大白。他来干什么呢？1986年，克婶坐镇核电站。亚历山大突然拜访，他救下雷姐之后，表示自己刚来小镇，想找一份工作。雷姐被推荐他去找自己的妈妈。克婶也十分惊讶，他从来没想到自己女儿还能有朋友。考虑了1天之后，安排给了亚历山大一个体力活，但前提是要跟所有人保密，那就是把山洞和大坑连接处的铁门焊死。事实证明，他做的没错，因为在2019年还存在着另一个克劳迪亚，只不过这时的他已经进入老年形态。老年克劳迪亚找到钱钱，直接开门见山，告诉钱钱自己叫克劳迪亚，也就是雷姐的妈妈，钱钱的亲外婆。钱钱很意外，因为妈妈告诉他，外婆在他出生前就死掉了。老克劳迪亚留给了钱钱一张照片，是克劳迪亚年轻时和雷姐的合影。那时的雷姐看起来还很快乐。克劳迪亚自己也说，她不是个好母亲，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夏天她做错了事。说完就离开了。酒店里，雷姐照例打扫房间。当她打开那间大白住过的房间时，原地蒙圈了。整个房间里贴满了小镇历年来的新闻报纸和各种关于时空穿越的图表图示。雷姐看不懂很正常，因为这些图表还要从66年前说起。1953年，钟表店里，钟表匠正在好奇地研究着老王留下的智能机。老年克婶居然找上了门，看来不止大白，克婶后来也成为了一个时间旅行者。只见他给了钟表匠一张详细的图纸，希望他按图纸造一个时间机器出来。现在一切都连起来了。1953年，穿越回来的老王给钟表匠看了这本名叫《时间旅行》的书，并留下了一部智能手机。之后不久，穿越回来的老年克婶给了钟表匠时间机器图纸。靠这些，1986年，老年钟表匠造出了时间机器的雏形，又遇到了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大白，告诉他时间旅行可行，并且给了他时间机器的成品作为参考。因为未来的人给了钟表匠书、图纸、机器，所以钟表匠写出了书，造出了机器，然后又留给了未来的人。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就如同一条响尾蛇，你渴望改变过去，最终你还是会成为过去发生的原因。老王家里孩子们也没闲着，从1986年回来的小白再次碰见了小花。小花质问小白为什么撩完就跑，孩子们还在纠结情情爱爱，大人们早已深陷生死轮回。我们把时间再次倒转，
回到故事的开头，2019年11月4日，王小米失踪当晚，那天晚上，刘医生独自一人躲在了森林小屋旁的地下室忏悔。接下来，他亲眼目睹了一辈子都没见过的大场面。掉下来的人，前面说过是33年前失踪的孩子王老二，所以刘医生很快想起了这个孩子，赶紧打电话给了王老爹。王老爹也很诧异，自己33年前失踪的儿子怎么就这样回来了？正在两人疑惑恐惧之时，老年客婶来到了地下室，站在了两人面前。客婶看着面前的情况，不慌不忙给两个人下了指示，让他们立即把王老二送到一个人们能够发现的地方，撕掉人名牌，并且给了两人一本记录时间节点的笔记本，预言了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发生的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老王第二天发现王老二的时候认不出来，以及为什么刘医生心里一直藏着事儿。下集发现刘医生的车出现在森林，并且车上有红土的原因。目前两人只能选择相信老年克罗迪亚，加入他的阵营。这就有了小白穿越当天，王老爹和刘医生躲在地下室里看时间记录本的一幕。但刘医生面对时间记录本仍有疑虑，他不理解为什么记录本里有一半的页数被撕掉了。这个王老爹也解释不了，两人只能做一步看一步。2019年，了解了事情真相的小白找到了他的奶奶老年大志，询问情况。大志奶奶什么都知道，她掏出了那封白来留下的遗书给了小白。小白看着遗书很惊讶，自己明明把它烧了呀。当然，小白烧的那封是未来的自己给他的，而现在这封是大志给他的。现在的大志把这封信给小白，小白才能把信留到未来。未来的大白再穿越时空，把信给小白，让小白烧掉。OK， 闭环了。1986年，王小米在大志的照看下一点点养伤，他希望能从梦境里醒来，希望能回到真实的生活。大志一想，是时候展示一下自己水平了。大志生动的给小米讲了个庄周梦蝶的故事。你以为你梦到了蝴蝶，但也可能是你本来就是一只蝴蝶，梦到自己变成了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个话也可以理解为你以为现在是梦，2019年才是正常生活，但也有可能现在才是正常生活，你以前的生活才是个梦。由于有了大志护士的照顾，王小米此刻过得好像还不错。但为了找他爸老王可是已经吃尽了苦头。1953年的警察局里，光叔把老王抓了回来，开始严格审问。老王全程答非所问，只是念着一句歌词。My only aim is to take many lives, the more the better I feel. 光叔当然不管老王念什么歌词，在他眼里，老王现在就是谋杀儿童的嫌疑犯。老王被带走之前，冲着光叔预言了他老婆将会离开，他会酗酒。光叔眼前一愣，我们夫妻俩家里的事，这货怎么会知道？答案还是要从实验机器里找。86年的钟表匠再次迎来了大白上门。上次大白留下的机器给了钟表匠思路，他虽然没有修好大白给他的那台，却按照大白的机器很好的完善了自己多年前制造的实验机器。而当年老王给他留下的手机释放的电子脉冲也提供了神秘能量，也就是说现在会影响未来，未来也会影响现在。大白不带来旧机器，新机器造不出来，新机器造不出来，大白也就不会带来旧机器。 OK， 又闭环了。如今时间机器只差最后一环，钟表匠想不明白有一块弹起的区域需要填充什么。大白掏出了一块铯137塞了进去，补齐了最后一块拼图。原来他曾经去2019年从亚历山大转移到卧室里的核废料中偷出来一块铯137，这些核废料看来就是实验机器的燃料。1986年，中年的刘月见到了穿越回来找他的老年刘月。老刘痛苦地告诉小刘一定要停下来，多亚承诺的事都是在骗他，多亚自己就是邪恶本身。但中年刘月显然听不进去，挣脱了老年刘月跑开了。中年刘月直接去找了诺亚，诺亚再继续用宗教的理论给他洗脑。刘月从小在阴影里长大，这让他一直以来都很难自主思考，被诺亚在思想上奴役，似乎成了他命中注定的事。值得一提的是，诺亚在对话中提到了他小时候见过一个人，那个人像是经历过战争，眼神里充满着悲伤，似乎想要去死，但生活却不允许他去死。说到这时，剧里给了小白一个镜头，是在暗示童年的诺亚见过成年的小白吗？目前更关键的一件事是，诺亚和刘叶儿下一个要下手的孩子就是小白。此时的小白再次穿越回1986年，小白也不客气，直接来到了王小米病房。他决定了，就算改变历史以后，他自己就不存在了，小白也要救下自己的父亲。可没想到，等着他的除了王小米，还有诺亚和刘叶儿。躲在暗处的刘叶儿一把捂住了小白的嘴，用迷药迷晕了小白，并把他带到了已经被装修成儿童房的地下室。小白醒过来，第一个见到的人不是诺亚，而是大白。大白隔着紧锁的铁门告诉小白，他面前的就是一个时光机的样机，而时光洞穴的通道就在这个屋子的正下方。当能量足够大时，通道就会打开，占据整个屋子。第一台时光机就是这个封闭的地下室，并且大白终于明确地告诉了小白，他就是未来的小白。但他不会打开门放了小白，因为只有这样，小白才能经历和自己一样的事情。中年刘叶在关完小白之后，开车回家。开车撞向刘叶的正是老年刘叶。他见中年时的自己不听劝阻，就希望直接了结他的生命。可没想到这一头撞过去，中年刘叶没死，只是受了重伤，反倒是老年刘叶直接原地去世，使自己死在了1986年。老年刘叶试图阻止时间的洪流，但可惜
一切都没有停止。他和老王一样，都是白费功夫。而中年刘玉儿则因为这次车祸，直接留下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人住进了医院，脑子也开始变得疯疯癫癫，并在后来逐渐成为了2019年我们看到的老年刘玉儿的样子。2019年，刘玉儿的儿媳妇夏姐听到了同事老王在穿越之前给自己的电话留言，怀疑是过去的刘玉儿作案。到养老院一看，公公果然不见了。于是夏姐开始再次细查1953年的新闻报纸，这不查不要紧，一查发现报纸档案里谋杀儿童嫌疑人的照片正是老王，同时看到的还有1986年刘玉儿车祸的行动照片。诺亚的车里，钱钱和诺亚再次相会，和克婶一样，诺亚似乎也在拉拢自己的支持者，而钱钱就是其中一员。诺亚上一次聊天时告诉钱钱的预言也都一一实现，所以现在的钱钱完全相信了诺亚。诺亚说，在未来，老年的小白会摧毁洞穴，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因为正是小白的摧毁行为开始了一切。他的色元素不是用来摧毁洞穴的，而是创造洞穴的。小白自己也只是克婶的一枚棋子，并且诺亚告诉钱钱，自己才是真正站在光明的一方，永远不要相信黑暗一方的克劳迪亚。现在暗黑世界已经逐渐出现了两个阵营，一方是老年克婶阵营，拉拢了刘医生、王老爹。据诺亚所说，似乎大白也是这边克婶的。另一方是诺亚的阵营，拥有支持者刘玉儿，现在又说服了钱钱加入。双方都在利用时空穿越引导小镇上的人做各种事情，但此时双方的目的都还很神秘，仅仅在暗处做着初步的人员安排，并进行着悄无声息的博弈。而就在两方较量的这段时间，大白已经和钟表匠一起修复好了时间机器。此时的大白正在洞穴的分岔路口启动了时间机器，时间机器开始聚集能量，小镇上处处都开始电灯频闪，而核电站的顶空出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巨大黑球。在洞穴地道的正上方就是关着两个孩子的刘家地下室。1953年的小刘玉儿和1980年的小白正被关在两个不同时空的同一个房间。突然，能量的聚集将墙面打开了一道时空裂缝。透过裂缝，两个人看见了彼此。就在手指互相触摸的一瞬间，小刘玉儿来到了1986年，那小白是去了1953年吗？只见他推开地下室的门，外面的世界在飘着像雪花一样的白色碎屑，处处都是战争的残破痕迹。欢迎来到2052年。随着小白的再次穿越，暗黑第一季正式完结。剧情之前已经展开了3条时间线，2052年的未来时间线也将随着小白的穿越而开启。拜了个拜。